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挑战100个国家的面包，今天来做加拿大蒙特利尔贝果。在北美有2个最常见的贝果种类，蒙特利尔风格和纽约风格。蒙特利尔贝果里面不添加盐，它的材料很简单，鸡蛋、水、糖、油、麦芽粉、面粉。它只需要一次很短的发酵，整形后在蜂蜜水里煮，然后再放进燃木烤箱里烘烤。蒙特利尔贝果是纯手工操作的，相比纽约贝果，蒙特利尔贝果个头更小，中间的洞比较大，口感更酥脆，还有满满的芝麻香气，我觉得是最好吃最香的贝果。正宗的蒙特利尔贝果要放在燃木烤箱里烤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个家庭烤箱版的，但是口味上是非常接近的。先把干酵母放在水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揉面。蒙特利尔贝果里添加了麦芽粉，吃起来很有嚼劲儿，还有一种小麦面粉自带的甜味儿，某宝上有卖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想买，我也找到了代替品，就是啤酒。因为这个麦芽粉就是做啤酒的材料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把水全部替换成啤酒，做出来口感上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也非常接近。所有材料放在一起，除湿机5档揉8到10分钟，不需要出模，但是要揉到面团光滑。揉好的面团软硬度应该是跟馒头差不多吧，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软硬度，水量要根据自己的面粉调整一下。揉好以后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发酵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，发到原来的 1.5 到2倍大左右，不需要发太大。还有30分钟发好的时候，就把烤箱开230度预热，里边放上石板，再准备一盆蜂蜜水。等面发好了，就把蜂蜜水中小火加热上，因为这个贝果基本上是整好型就放到蜂蜜水里煮，煮完就烤，没有2发的过程。它1发完成后很快就能做好，所以都要提前准备好。面发好以后，给它分成100克一个的面团，也不需要松弛，就直接整形。先给它卷成圆柱形，然后再给它搓长，两头最好比中间粗，因为两头还要接在一起再搓一搓。它的整形很简单很随意，就这样把两头再接在一起，再搓一搓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配方第一次做差不多是可以做8个贝果，但是我烤箱一次只能烤6个，剩下2个面团我不烤了，留着当老面用。因为探索做法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他们揉面的时候会把整好型的面团放进去一起揉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添加了老面，嘿嘿，厉害吧？面团如果太快就整好型了，也可以醒发5分钟。蜂蜜水一定不要用大火煮，用中小火煮开以后就转成小火，提前把芝麻准备好，我用的就是白芝麻和黑芝麻，然后把贝果面团放进去煮3分钟，1.5分钟的时候翻一次面。刚放进去以后它会沉底儿，如果面团粘的话还会粘在锅底，用抄子轻轻拨动一下，然后它就可以浮起来了。到1.5分钟了，给它翻一个面，再继续煮1.5分钟，煮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变大一点，然后就捞出来直接放在芝麻里，赶快趁热把它表面裹上满满的芝麻。放在油布上，最好可以用一个大点的锅，一次全都能煮下。因为这个煮完以后就直接放在烤箱里烤了，不要等。把面团放到烤箱的中层，上下火230度烤15到20分钟，我是烤了20分钟。烤到10分钟的时候，打开烤箱给它们翻个面。翻面的时候戴上点手套，可以用一个木铲子，这样就不会烫到手。再继续230度烤10分钟，烤到表面都金黄了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可以放个5到10分钟，不烫嘴了就可以吃了。一定要尝一尝刚出锅的贝果，巨好吃无比，特别的脆。虽然掉了好多芝麻，但它上面还是有满满的芝麻。听，外皮超级的脆，芝麻的香味温润而醇厚，缓缓地散发出来，带着一种独特的甜香，真的太让人沉醉了。它热着的时候吃，其实内部还是比较软的，再放一会儿，等它温度下来一些了，就会凸显出嚼劲了。
在蒙特利尔最经典的吃法就是蘸奶油奶酪吃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切开，然后做成三明治。可以抹一层奶油奶酪，然后再放上各种你喜欢的材料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蒙特利尔贝果很经典，做起来也很简单，感兴趣的话你们也试试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